比特币现货 ETF 会不会通过呢 ？TRB 还有没有搞头？如果你对这2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现在我依然持有这张比特币的多单，那你可以发现呢，现在的利润呢又回到了非常接近300万的台币左右。如果我们再把以结盈亏，也就是资金费率扣掉的话呢，也有很接近300万。那其实这2张多单我已经拿了很久了。那现在呢，比特币的价位啊又重新回到了43000多。好，那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哦。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哦，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就好，只要身份验证就好，你就可以拿到$15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的战队，我有信心带领大家一起瓜分$10万的奖池，当然参加免费。好，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特币已经要往43000的上方进攻。那现在呢，已经到43000多了。我会认为现在其实还并不是很安全。如果要说价位上的安全的话，我会认为要站稳在43200上方，那我才会认为呢，短期比特币真的很有机会可以再打出一个新的高点。而且呢，短期啊，我们要再下到4万就会很困难了。那当然，现在其实第一个是量呢还不够，第二个是。我们要很明确的站稳在43200的上方，我才会认为情况是安全的。好，那其实比特币呢，它一样是在这个三角之内呢，然后做震荡，它还没有选择出最终的方向。下面呢，其实当然也是没有跌破的，对，或许还要再给它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呢，等到这个三角它真的出方向的时候，就会是我们最后呢要追随的方向了。好，那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哦。现在呢，不管是在这些大的现货交易所啦，比如说币安啦、OK 啦，然后 Coinbase 啦，等等的，当然Bybit现在的现货也越来越起来了。它的价位呢，比如说43087但是Bybit已经到了43100多了，它是有距离的。当然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多啦，但有差距。那你可以发现哪个比较高呢？好像 Bybit 的合约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就因为现在在衍生品市场呢。大家的做多的情绪是比较浓的，不然我们衍生品的价位不会比较高。那当然要平衡这种方式呢，就是透过资金费率。所以现在资金费率也确实是很高。那我会认为，如果这个情况呢没有得到修正的话，或者说没有得到缓解，确实比特币它会很难暴涨。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它的最终期限。我们都知道。新年快乐！现在已经1月1号，然后1月2号了，因为现在是半夜。那比特币呢？第一档ETF 就最近第一档，它的最终日期呢，就会在1月10号，1月10号之前就一定会宣布结果，而且这个是 final deadline 因为根据 SEC 过往的惯例呢，它都是能拖就尽量拖。第一次是在6月29拖过去了。8月13拖过去了，11月11号也拖过去了，但是1月10号它不能再拖过去了，它一定要给一个很明确的答复，通不通过，通过或不通过，只有这2种可能。那当然，这档 ETF 呢，它的申请公司是这个方舟投资，就是木头姐，就是那个 Cathy Wood。OK， 那其实呢，1月10号它会不会是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那当然，如果比特币有其中任何一家它通过的话，剩下都会通过，因为这个是它只要稍微调整的，那都会通过。因为你有一家通过了，那其实剩下的就没有理由拒绝或者说只是小的地方需要调整。那现在是没有任何比特币现货 ETF 的潜力，所以这第一档呢就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当然，我认为方舟投资公司的这档比特币呢，在1月10号它并不是大家万众瞩目的。真正大家最关心的呢，是在3月15号这档由贝莱德 BlackRock 它资产管理的资金呢，就有超过9兆美金，9兆美金9兆美金。那它是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它在过往申请 ETF 的过程呢，200多档 ETF 只有1档没有通过，也就是它是一个很有诚信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它的商誉等等的，所以呢。他敢提出比特币现货 ETF， 就表示他肯定有相当的信心，有相当的准备，他认为可以通过，不然他就不会提出，因为这会有损到他的商誉。那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3月15号才会公布最终日期的这一档 iShares 的 Bitcoin Trust， 所以
我们可以稍微统整一下啊，确实在1月10号跟3月15号有2档 ETF，那当然1月10号这个是最早的，3月15号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有没有可能第一个没过，然后第二个过了，有可能两个都过了，有可能两个都没过，都有可能哦。那我认为1月10号这个呢，它就是个前哨战，过了当然非常好，过了的话，那比特币就直接开启涨幅，那我们随后呢就到达一个顶部，这没问题。那如果说1月10号没过，其实也不用气馁，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看3月15号这个 BlackRock 的这一档 iShares 的 Bitcoin Trust 它能不能过，这一档能过的话，那就非常完美了。那3月15号的这一档呢，也就是 BlackRock 提出的这一档 iShares， 如果没过的话，那我认为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了。那我们很有可能这些你看到的今年所申请的呢，都会因为某一个原因，它当然会提出原因而不过。所以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3月15号这一档，而不是1月10号的。那当然1月10号过得非常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TRB 吧。TRB 呢，我们在昨天有谈到，那昨天我影片录制的时候是300多吧就是两三百那个310、330左右，然后影片发出去的时候可能340、350。那昨天最高点呢来到600块，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在600块，613块的 TRB。TRB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币种呢，它是40-50块，真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币种的时候，然后我去看，它就是40-50块。那我买的时候呢，我们追进去的时候，是我们有在影片当中，在直播当中有提醒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本金只有3000U，3000U 其实很少，$3000的本金买了 TRB， 买了20颗左右的 TRB， 产生了$9000的利润，光昨天一天就产生$7000的利润。但是呢，等于说$3000变成12000啊，但是我这边就说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啊，它直接来一波大暴跌啊！当然我已经出掉了，那我现在呢，我会很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会出掉。其实我当时呢入场的价位就在这里我们当时有谈到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仙人指入的形态。那其实昨天插针的最低点呢也是在这个价位。我认为昨天呢它爆出了这根阳线的爆量之后呢，当然其实这根它收阳收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呢它的实体部分很短，所以收阳收阴我认为还好但它确实是一根下影线很长的 K 线，这毋庸置疑。那下影线很长就代表确实是有支撑，而且是有体量的支撑，有量能的支撑。那我认为确实这个地方会比较难回来但接下来很有可能 TRB 也不太有搞头了，或者是说我自己呢会把我的资金分配到其他的币种更容易涨的币种上面。那我在$200多的位置出场也就是可能130几、140几入场，然后200多出场这样子，其实还是有一段利润但是就没有像原本这样子这么丰厚。你可以看到这个是$9000多，用$3000赚到$9000好，那其实现在呢，好，我们观察一下，我认为出现的这一根上影线它已经不能算是什么仙人指路了，绝对不是它绝对是一个出货，它绝对是出货，而且是庄家出货，因为只有庄家有把盘面往下砸这么多的实力。这砸了多少呢？80%，大概80%左右最高635到最低点100多，就是跌了80%。那我认为一个币种它跌了80%，就表示庄家它一定在出货，因为如果说庄家它不出货的话，它把价格打下来，它还要花成本把价格再拉回去，它没有意义或者是说它还要再拉升的话，还往下来接人，那不可能接人上车那是不可能的。那你可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情况爆量的下跌，尤其是一根的阴线呢，把前面的阳线全部给吃掉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情况而且呢，你说它是不是仙人指路？它不可能是仙人指路了，因为仙人指路它是有条件的，我们来观察一下，我认为这个整理的非常好就是仙人指路嘛，对不对？这个没问题量能呢需要有量能，但不能到太夸张。那我认为昨天的量能这个就夸张了，对不对？这个量能就夸张了。我们看到这个4小时线我们往前一拉，你可以看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根4小时线，这绝对是爆量出货，因为一般的仙人指路它的这个要有量能，也可以大，但不能这样夸张那上影线这个没问题然后上影线后的阳线实体越大越好，最好是涨停。当然比特币加密货币不会有涨停，但是呢
我们后面的这根阳线啊，它就是没有出现。在日线上呢，它肯定是没有出现的，它就是收针而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吞没上影线嘛，它也没有吞没，对不对？那量能也不符合，所以这边就绝对不符合了。我认为这里还是符合的，这里还是符合的，但是我们后面这里呢就是不符合，而且我认为它绝对是一个出货。这里出货的情况，或者是说这种出货的样子啊，它跟什么很像啊？跟这个很像 ，gas 其实它也是一个。如果说大家在1个月前、1个半月前有在关注山寨币、有在玩山寨币的话，你一定知道这个币。这个币被韩国人炒疯了，韩国人把它炒到天上去了。你可以观察到啊，当时所有人都在做这个币，现货啦、合约啦，它的交易量碾压很多币种。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昨天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哦。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衍生品的交易量？我们来看一下衍生品的持仓还有交易量等等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呢，你可以看啊。当然，现在已经有所回落，但是还是一样非常夸张。我们刚刚在直播的时候看到 TRB 它的24小时交易量是20个 B 点啊 ，B 点是10亿美金，所以20个 B 点是20亿美金，已经超过了，甚至至少跟比特币呢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它的交易量跟比特币难分轩轾，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山寨币它的交易量是以太坊的2倍，跟比特币难分轩轾。衍生品哦，这有多么的夸张？其实 TRB 昨天就是这样子，那当然现在你去看数据还是很夸张。那其实我们当时呢 ，Gas 也是出现这个情况，那后来还值不值得炒？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它就是一个庄家冲高出货的情况，爆量啊出货，把所有的货出掉，然后它的跌幅呢，好巧不巧啊，也是个80%啊，75%，到现在到最低点就是80%，不跟我们昨天的情况很像。那这种币种。当时也有很多群友在讨论可不可以抄底，那我自己是绝对不会去抄底这个币种的。我们也在直播当中有谈到过很多次。那我认为 TRB 啊，它也会走上跟 Gas 一样的后尘。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